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10年12月25号下午，黑龙江黑河市一家边贸公司40岁的女翻译陈可接到了女儿郭雪娇的电话。妈，我们班今晚狂欢，先吃饭后蹦迪，可能会回家很晚。陈可有些担忧地说，那你去迪厅的时候打个电话让我们知道在哪儿，你爸开车去接你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好不容易能放松一下，您就给我点自由吧。郭雪娇不跟老妈恋战，道一声再见就挂了电话。陈可无奈地摇摇头。16岁的女儿正备战中考，学得天昏地暗，早几天就和同学酝酿着圣诞节狂欢，如果非要给她规定回家的时间，也确实太扫兴。当晚23点，陈可见女儿还没回家，有些担心，拨打她的手机一直没人接。她摇醒丈夫郭一凡。郭一凡睡眼惺忪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，他不是去蹦迪了吗？迪厅里那么吵，哪能听得见电话？那么多孩子在一起，不会有事的。陈可只好边看电视边继续等女儿。0时刚过，就在陈可越来越焦急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女儿的号码。他迫不及待地接听起来，是女儿最要好的同学王迪打来的。阿姨，雪娇生病了，我们正打车前往医院。陈可大惊起来，她好好的怎么病了？我们蹦迪时太热了，吃了点冷饮，后来雪娇就肚子疼，疼得越来越厉害，还吐了。夫妻俩心急火燎地赶到急诊室，只见一个中年女医生正在女儿的肚子上按来按去，女儿脸色惨白，疼得不断呻吟。见医生的胸牌上写着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林敏，他急忙问，林医生，他是什么病？林医生却不回答，边为郭雪娇检查身体，边问郭雪娇，你多大了？有没有男朋友？郭雪娇看了妈妈一眼，急忙摇摇头。陈可有些生气，林医生，他才16岁，还在念初中呢。林敏却慢条斯理地说，不要干扰我判断病情。郭一凡碰了碰机子，示意他不要出声。林敏又问，真的没有男朋友？没有跟男生亲密接触过吗？你看清楚了，他还是个孩子。郭一凡喝道，你会不会看病？不会看赶紧换人，这样瞎问算是怎么回事？陈可这时候却有些清醒，难道医生怀疑孩子怀孕了？他赶紧追问女儿，娇娇，快跟医生说实话。没有。郭雪娇的声音像蚊子叫，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。郭一凡觉得女儿受了侮辱，气得恨不能一拳挥在医生脸上。林敏坐回到诊桌前，边开检查单边说，估计是胃肠炎，先去检科抽血化验，再去放射科做个腹部透视吧。快点给我打一针止疼吧，疼死了。不行，病情未明，止痛药会掩盖病情的。林明解释。眼见女儿痛苦万状，夫妻俩心急如焚。郭一凡背起女儿去验血，抽血之后，郭雪娇说什么也不肯再去做腹透了。爸，我不能再折腾了，疼死我了。郭一凡把女儿背回急诊室，几乎是咆哮着命令林医生，赶紧给我女儿用药吧。来送雪娇的同学王迪、林一伟、鲁骄阳也七嘴八舌的帮腔。林明把他们安排到急诊观察室，护士过来扎上了输液针。20分钟后，满头冷汗的郭雪娇躺在床上，呻吟声渐渐变小，很快闭上眼睛睡了过去。夫妻俩长出了一口气，
陈可留下来看护女儿，郭一凡开车去送女儿的几个同学回家。1点半，林医生吩咐护士给妇科打电话申请会诊。妇科医生柳淑华过来后问了刚才林敏问过的话：你真的没有过性生活吗？郭雪娇睁开眼睛茫然地摇头。陈可忽然想起昨天还在马桶里看见女儿的精血，急了，说：你们不就是怀疑她怀孕了吗？不可能的。妇科医生说：那你领孩子去做个彩超吧。郭一凡恰在这时候回来了，见刚刚安静一会儿的女儿经过检查又疼得不住呻吟，就气地说：别再来回折腾她了好不好？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眼神。林医生说：那你得在病历上签字，写明拒绝做腹透彩超。郭一凡在护士取来的病历上签了字。3人走出病室之前，林医生说：看好他，有啥情况赶紧到值班室叫我。凌晨3点半，陈可提醒趴伏在女儿床边打瞌睡的丈夫：哎，你摸摸，我怎么感觉女儿的手越来越凉？郭一凡一摸，大惊失色，赶紧呼叫女儿。郭雪娇睁睁眼又闭上了。陈可松了口气说：可能是有点冷，你去找护士再要床被子。护士过来送被子，摸了摸郭雪娇的手和脚，随即回护士站拿来了血压计。测过一遍后，他让郭一凡去叫林医生，自己附身再测。林医生过来后，护士说：血压测不到，脉搏很快，快推到抢救室，接上监护仪，再开一路静脉通道。林敏吩咐着，语气惊慌急促。夫妻俩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陈可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：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！护士推着床跑，林医生用手机打了电话：急诊有危重病人，请安排外科妇科会诊抢救。抢救室门口，夫妻俩被一扇大门隔在了门外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林敏出来告诉他们，怀疑是失血性休克，很危险，待生命体征平稳一些，要做剖腹探查手术。犹如五雷轰顶，夫妻俩全懵了。孩子有生命危险，你早怎么不抢救？郭一凡吼叫着。陈可拉住他，不住地给林医生赔小心。他是急猛的，带什么说什么，你千万别生气。要是做手术，我马上签字，只要能救活他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林医生的眼睛湿了，神情充满歉疚。我们一定会全力抢救的，备用血已经给他输上，血站马上会送来后续用血。然而凌晨5点，望眼欲穿盼出来的女儿身体上却蒙着白布袋。陈可扑过去，发疯一般拉开床单。女儿惨白的小脸上双目紧闭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她痛叫一声晕了过去。郭一凡则一把揪住林敏：你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！闻讯赶到的亲戚们围堵在门口，哭喊着跟在场的医生护士对峙，非要讨个说法，场面一度失控。直到医院报案，民警赶来，郭雪娇的尸体才被运往太平间。医院领导迅速赶到，组织精致医生和参与会诊抢救的专家进行死亡讨论。早晨7点，一位姓刘的副院长召集了第一次家属见面会，给出了死亡讨论结果。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。我很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，刘副院长同情地说，目前的死亡讨论结果是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的判断，只是说有这种可能，我们也希望进一步验证。家属若有异议，可以走法律程序，
进行尸体解剖。什么？好端端的孩子死得这么冤，还要再死无全尸吗？医院要是抢救及时，孩子能死吗？人都死了，你们还推卸责任？亲戚们群情激愤。此时陈可神情悲伤而坚毅地说，我同意尸体解剖，他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，死后还要背个黑锅，我必须为他讨个说法。郭一凡也同意尸体解剖，他甚至怀疑女儿的同学们隐瞒了他发病的真相，如果真是内脏破裂，一定有什么暗藏着的暴力行为。尸体解剖的结果果真是宫外孕，左侧卵巢管破裂，腹腔和盆腔积聚了大量血液。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。她前一天还来例假，怎么会怀孕？陈可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捧着尸检报告，他喃喃自语，泪流满面。刘副院长解释说，阴道流血是宫外孕的症状之一，这说明他在前一天已经有了宫外孕破裂的征兆。郭一凡愤怒了，既然你们知道宫外孕的症状，为什么不能迅速确诊及时抢救？我女儿从住院到抢救耽误了整整3个多小时。可是你女儿否认有性生活经历，又拒绝做腹透检查，这是导致误诊的主要原因。刘副院长称，所以你女儿的死亡我们没有任何责任。夫妻俩无论如何不能接受，他们拒绝了医院给出的免去郭雪娇全部医药费，出于人道主义同情赠予1万元的抚慰金的调解方案，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。等待鉴定期间，夫妻俩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。两人遍寻女儿的遗物，终于找到了她的日记本，里面确实有她的早恋记录。她饱含甜蜜的笔触，经常提到一个人，用了 A 死来替代。陈可找到保存了女儿上次模拟考试的成绩排行单，发现姓氏拼音以 A 死打头的只有司瑞林这个男同学。夫妻俩找到学校，班主任赵老师吃惊不小，司瑞林不太可能吧，这可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，我一点没发现他和雪娇有什么不正常。然而郭雪娇出事后，司瑞林也请了病假，赵老师此时才刚刚有所怀疑。哎呀，现在的孩子还真难说。他表示要跟校领导汇报一下。片刻之后，副校长李洪明接待了夫妻俩。李校长说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很痛心，但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还需要做一下调查。如果真和司瑞林有关系，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的。也许是良心的煎熬难以承受，也许是得知郭家父母已经查出罪魁祸首。新年过后的1月5号，司瑞林由父母带着前来负荆请罪，一见面就跪在了郭一凡和陈可面前，泪流满面，嗫嚅着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。司瑞林父亲满面羞愧地说，对不起，我们教子无方，害了孩子，我们一定好好补偿。郭一凡哭喊着，再多的补偿能换回我女儿的命吗？可是能全怪人家孩子吗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自己的女儿也做错了事啊。在学校的协调下，家境贫寒的司家赔偿3万元人民币，司瑞林也受到了记大过的处分。陈可整夜的失眠，抱着女儿的照片，悔恨的泪水流个不停。郭一凡更是捶胸顿足，悔不当初。也怪我，早知道腹透彩超那么重要，女儿就是再疼，我也要背她去做检查呀。心情平静一些的时候，夫妻俩反复研究着复印回来的病历，
却看不出有任何破绽。郭一凡对妻子说：“咱们得找个懂医的律师做代理。现在我只是懵懵懂懂觉得郭向他们解释的那样简单，至于他们错在哪儿，却找不出真凭实据。”陈可附和着说：“找律师吧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都要为女儿讨公道。”在律师事务所，刘律师听完夫妻俩的陈述，粗看了一遍病历复印件，便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如果林医生告诉你女儿有过性交就可能怀孕，而怀孕不在子宫里就有生命危险，你女儿会继续隐瞒吗？如果她跟你们讲清楚拒绝检查的危害，你们还会拒绝检查吗？夫妻俩神情为之一振：对呀，他什么都没说，我们也不懂。病人及家属有对病情的知情权，住院后应该有一份医患沟通记录，病历里却没有。漏洞不止这一处，只是缺乏医学知识的人看不出来。郭一凡激动地握住刘律师的手说：“求求你，替我们为女儿讨个说法。”2011年2月18号，在郭雪娇医疗事故鉴定听证会上，针对郭雪娇隐瞒性生活经历并拒绝腹透检查，直接导致宫外孕诊断被排除，死亡悲剧是自身直接过错造成，与医院无关的辩词。刘律师问：“林医生，您在怀疑郭雪娇宫外孕时，除了问诊，有没有讲清隐瞒病史和拒绝检查会导致怎样的后果？”林敏不安地回答说：“没有，我只是申请了妇科会诊。”刘律师又问会诊医生柳淑华：“病历记载，郭雪娇腹痛，并有全腹肌紧张、压痛、反跳痛，你也怀疑是宫外孕破裂出血导致的，为什么不做阴道后穹窿穿刺来验证一下？”柳淑华说：“郭雪娇否认性生活经历，处女不宜做阴道穿刺。”刘律师严厉地说：“做一下处女膜检查，就可知道病人有没有性生活经历。为什么您坚持只以问诊来判断？医诊宫外孕，通过尿妊娠试验也能证实，为什么没有做？”医方席上的3个人张口结舌。半晌，刘副院长说：“一般问诊可排除的诊断，我们就不做进一步检查了。医学上并没规定医生有判断病人提供病史真伪的义务。”刘律师说：“那好，就算宫外孕可以排除，但病人内出血引起的腹膜刺激症状仍然存在。医生为什么不进一步明确出血原因？就算家属拒绝检查，随后的3个小时内却没有1名医护人员进行生命体征的观察，早些测量血压发现休克，是不是还有抢救机会？病历显示病人为1级护理，按规定护士应1小时巡查1次，可是3小时内并没有任何观察记录。”医方席上的人面面相觑，终于哑口无言。随后，参与鉴定的专家组成员针对医疗过程分别对医患双方进行了询问。经过合议，专家组最后给出这样的结论：医方在郭雪娇的诊治过程中，临床经验不足，医患沟通不及时，病史采集及检查不仔细，会诊时专科医师未执行诊疗常规，未进行复检、妊娠试验等辅助检查，未讲明拒绝腹透 B 超的危险后果，未注意鉴别诊断并做相关检查，未及时观察病情变化，对内出血认识不足，造成误诊误治，延误抢救时机。郭雪娇死于失血性休克，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。患者本人隐瞒真实病史，也给临床诊断造成了困难。本病例属于1级甲等医疗事故，医方承担主要责任。鉴定之后，院方主动与刘律师协商赔偿事宜，承担了郭一凡夫妻俩所主张的各项损失数额总和的 70%， 总计为22万元。这样的结果能让女儿告慰九泉吗？夫妻俩
时常捧着女儿的遗像失声痛哭。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